看完这条视频，你就能无痛的把烟戒掉。烟民们一听真能把烟戒了，他都不敢看这视频，他怕再也体验不到抽烟的快乐，也怕没烟抽的那种难受。这就是烟瘾的厉害。但我这视频更厉害，看完你对这小草卷的依赖就全没了。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我说戒烟是我有戒烟这份心，但我要慢慢的戒。我们现在就戒。大中华，不行，我戒烟了。你还戒烟干啥？抽烟对身体不好。没见谁抽烟抽死。再说戒了烟也省钱呢。没见谁呀抽烟抽停了，戒了烟禁。老规矩，视频最后面和评论区我都会放导图，帮你记忆视频内容和实操。想戒烟成功，看这视频有2个要求：一是看视频的时候别戒烟，边抽边看，细细品味每一根烟，效果更好；二是不要忽略任何内容，这是一套系统认知和方法，错过一些内容很可能导致戒烟失败。整条内容包含4个板块：烟瘾的本质，逐条解释烟民们正在经历的每一个戒不掉烟的原理和真相，错误戒烟方法和正确戒烟的实操方法。首先，烟瘾的本质包含2个内容。第一个，基础原理。烟瘾是咋来的呢？尼古丁是一种无色的油状物，在我们抽这口烟的7秒内，尼古丁就通过我们的肺部进入大脑，它的传导速度太快了。有多快呢？比拿针管往静脉里面推海洛因都快。我们每抽一口烟，大脑就受一次尼古丁的刺激。当烟抽完，在半小时内，我们血液中尼古丁含量就会下降到50%，再过半小时就剩25%了。血液中尼古丁含量变少，就会引发戒断反应。戒断反应就是烟瘾，我们会感觉空虚，好像身体里缺了点啥，抓心挠肝的。只有再点一根烟，重新摄入尼古丁，保证血液中尼古丁含量高，这才能缓解戒断反应。所以我们就会一根接一根。这就是第一点，烟瘾的基础原理。第二点，毒瘾真相。戒断反应让我们难受，我们想再次摄入尼古丁，这种渴望一个东西的情绪会让我们神经紧张和焦虑。当我们抽上烟，我们会感到一种满足，会感觉放松自信，连注意力都更容易集中了。好，问题就在这儿，这些正面的感受我们本身就具备，我们本身就是放松的，是自信的，是本来就能集中注意力的，是尼古丁戒断反应创造了一种需求，这种迫切想得到尼古丁的感觉会让我们紧张和焦虑，就像你疯狂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事物，得不到就会一直想，会紧张，会焦虑。戒断反应也是这样，只有再次摄入尼古丁才能把这个缺口填上，这个就是真相。相当于我们本来躺得好好的，非得把头蒙在被子里，等要快窒息的时候再把头拿出来，然后感慨哇又活过来了。但你忘了，是尼古丁戒断反应把你塞进被窝的。尼古丁戒断反应也像是我们被蚊子叮了个包，很痒，抽上烟就相当于挠一挠缓解一下。但你要知道，抽烟之前我们就是好好的，我们没有被叮一个包。但在我说这个真相之前，为啥你没意识到这件事儿呢？那是因为在这辈子刚开始抽烟的时候，戒断症状是非常轻微的，是不容易察觉的，而且后来抽上烟，那些紧张啊、焦虑啊等等负面情绪还会缓解。所以我们不光不会认为是尼古丁剥夺了我们原本就具备的好感受，甚至还认为是尼古丁给了自己好的感受。很多毒品的上瘾原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别再把抽烟当成一种习惯了，烟瘾就是一种毒瘾，这个事实我们要刻在脑子里。我们更需要知道一件事儿，科学研究显示，尼古丁的戒断反应对生理上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那种烟瘾上来的感受都是心理上的。我当时看这个内容也不信，所以接下来我一条一条细数抽烟带给我们的那些幻觉。以下我只要提到戒断反应，通通指的是心理上的。一、不存在的物质。戒烟难是因为我们以为戒烟就代表要放弃抽烟时候那种舒服的感觉。现在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放弃，因为那些感觉都是幻觉。为啥呢？你看啊，我们一般都是在这4种情况下抽烟。在有压力的时候想来一根，感觉会缓解压力；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也想来一根，感觉能帮我们集中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和缓解压力这俩作用一个紧一个松，它正相反啊。然后在放松的时候想来一根，感觉会更享受更放松。在无聊的时候也想来一根，让自己有点事儿干。让自己有点事儿干和放大放松的感觉，一个是做，一个是歇，这俩作用也正相反。什么东西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这种东西这世界上存在吗？这些感受其实都是幻觉，幻觉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来细盘一下。2、抽烟能缓解压力吗？烟民们在有压力的时候都喜欢来一根，感觉能缓解压力。其实真相是啥呢？
只要我们放下手头这根烟，戒断反应烟瘾它就来了。戒断反应已经给了我们一定的压力，这个时候在遇到生活中那些压力事件，比如说领导突然来电话了，和女朋友吵架，或者有什么工作着急要做完等等，这些时候我们的压力水平在戒断反应的基础上又上升了。这时候我们点上一根烟，那整体压力水平就会下降。它下降呢，其实只有戒断反应的压力，但这种整体压力水平下降的感觉，这会让我们误以为是抽烟缓解了我们所有的压力，这是一种错觉。压力事件的压力水平还在那儿，它没变，你仔细内观一下就能察觉到这个真相，只不过之前一直没人跟你讲这个事儿。换句话说，跟不抽烟的人比，抽烟的人多承受了戒断反应的压力。3. 抽烟能提升注意力吗？大家都感觉抽烟能提升注意力，工作的时候整一根，玩游戏的时候整一根，打麻将的时候还得整一根，认为抽烟能让我们更专注于眼前的事儿，这更是幻觉。为啥？你发现没？你正在专注的干这事儿，戒断反应烟瘾反而会打断你正在做的事儿，让你不得不分心去点上一根。你说你发现这个事实了，你还觉得抽烟能让你专注吗？其实我们抽烟缓解的只是戒断反应带给我们的迫切想抽烟的那种焦虑和紧张，恰恰是戒断反应带给我们的紧张焦虑，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干眼前的事儿。同时我们要知道，抽烟会让我们血液的血氧能力下降，导致我们身体缺氧，大脑缺氧，这就更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了。醉烟大家都体验过，就很长一段时间不抽烟，突然抽一根会感觉晕，这就是血液中氧含量低造成的。你平时不晕，是因为长期摄入尼古丁导致血氧含量一直都比较低，是身体耐受了而已。我们越抽烟越没办法集中注意力，这个真相你了解了，现在你还认为抽烟能帮我们集中注意力吗？我们这种错误的认知来源于长期以来习惯在有事的时候来一根，这是一种心理依赖。正是我不抽烟就集中不了注意力这种想法，才让我们依赖上抽烟的。我们幻想出了抽烟能集中注意力这种错觉，这种错觉完全是心理层面的，因为戒断反应烟瘾是不会导致生理层面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抽烟血氧含量低，反而在生理上让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当我们正确认识这件事儿，把心理层面的问题解决了，不抽烟了，反而更能集中注意力。4. 抽烟能让我们放松吗？旅行的时候看到美景想抽一根，感觉会更享受，饭后一根烟那更是赛过活神仙了。其实抽烟能放松，这也是幻觉。你随便拿个手环测一下就知道，尼古丁的作用是加快心跳速度，它还能让血管收缩，导致血压上升。兄弟们，这可是一种生理上的紧张啊！我为啥想戒烟呢？因为我胸闷，心脏很不舒服，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我去医院，大夫跟我说一定要把烟戒了。我烟瘾大，每天2盒，尼古丁摄入太多，血管长期处于收紧状态，血管收缩，流量变小，那各器官供血不足，那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度去泵血，所以我才会感受到心跳。我心脏很疲劳啊，所以我胸闷难受。我之前已经到了一抽烟不光不会有精神，反而整个身体都会疲劳的程度，这就是我长期抽烟带来的后果。原来我静息心率都90多，现在静息心率也就60左右，真的特别舒服。我们之所以感觉抽烟能放松，是因为戒断反应让我们紧张，我们误把缓解戒断症状那部分的放松当成了整体的放松，这也是心理层面的幻觉。说白了，人家不抽烟的人本身就是放松的，戒断症状就相当于被蚊子叮的那个包，抽上烟就相当于挠一挠。但不抽烟的人，人家本来就没被蚊子叮啊，一天抽10盒的人也没有不抽烟的人放松，这个就是真相。尤其是像我这种烟瘾大的人，抽烟已经不能完全缓解戒断症状了，不抽烟的时候也会玩笔啊、啃手之类的，总想找点事儿做，这完全是紧张的状态。还有什么抽烟能化解无聊啊，抽烟能缓解疲劳等等感受，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心理层面的幻觉。5. 社会的洗脑也是戒烟很难的原因之一。影视作品里抽烟很帅很酷，角色们压力大的时候也会抽烟，他们也是被幻觉蒙蔽了。尤其是问那些角色们，要是人生只能做最后一件事儿，你要做啥？他还会说来根烟吧。这些内容都会加强抽烟有好感受和你看他们都抽，抽烟无所谓这种认知，这让我们更无法戒烟。这个部分讲完了，我想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认知了，就是你放下每一根烟的时候，其实戒烟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因为烟瘾是幻觉。但是对消除幻觉还是要有一些方法的，了解正确方法之前要先知道错误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一定不要去用。意志力戒烟，强迫自己不抽，这方法复吸概率太大了，因为这么做的逻辑是抽烟很爽，不抽烟很难受，我硬挺着不抽的难受，等烟瘾慢慢的自己退去。这种强忍实际上就是我们始终坚信抽烟能给自己好的感受，不然不就谈不到忍了吗？这反而会增强抽烟会爽这种幻觉，让我们更放不下抽烟这件事儿，所以它成功概率很低，戒了一段时间也会复吸。用过这种方式但是戒烟不成功的人弹幕扣个1。
下一个是减量法戒烟，就是每天少抽点，这还不如正常抽呢，因为抽的少嘛，戒断反应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强，戒断的焦虑和紧张会让情绪变差，会影响我们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心态，我们的整体生活质量都会下降。而且这种方法也是在加强抽烟会有好感受这种幻觉，最终还是戒不了烟。还有替代法戒烟，比如电子烟、草本烟、尼古丁、口香糖，都是同样的原理，都是在加强幻觉。还有就是恐吓型戒烟，烟盒上那些吓人的图片和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还有医院呢或者是各种公益广告的内容，烟民们看到之后压力水平更高了，更想通过抽烟来缓解压力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没用，要是有用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人抽烟了。那怎么正确的戒烟呢？包含3个方面，4个问题，5个实操重点和5个意识。4个问题就是在想抽烟的时候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我真的在享受吗？现在就点一根烟，仔细的品味，你会感受到呼吸道的灼烧感，烟气的呛，甚至还会恶心，这其实都是身体的防御机制，是排异反应，是身体在提醒我们烟这个东西在伤害自己。你现在还会感觉抽烟是享受吗？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毒瘾犯了，需要缓解。我们所谓抽烟的那些好的感受，正是缓解尼古丁戒断症状的感受，那些好的感受其实我们始终就一直具备。第2个问题，你真的愿意为了把这小草卷放嘴里而付出那么多的钱吗？比如第3个问题，抽烟究竟有什么用？通过之前的内容你已经明白了，抽烟它就屁用都没有。第4个问题，戒烟有什么好处？答案是我们会获得更良好的健康状况，充沛的精力，安宁的心，还有财富、勇气、自尊。我们不会再被别人鄙视了，不会被讨厌，我们会获得幸福，还有更重要的自由。我们不会再被这个小草卷控制了。下次再想抽烟，就问自己这4个问题。其次，戒烟的5个重点。第一个，戒烟的时机，先察觉一下自己在什么时候烟瘾最大，然后避开这个时间点去戒烟。比如你感觉工作的时候压力大，最喜欢抽烟，那就选择在压力比较小的时候开始戒烟。比如玩游戏的时候烟瘾最大，那就选择在不玩游戏的时候开始戒烟等等。第2，一旦你开始戒烟了，就得把戒烟这件事儿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把这个重要程度提起来，一切都要以戒烟为重。第3点，留出3个星期的时间为戒烟期。普遍来讲人们戒烟3周左右，生理和心理上的戒断症状就会完全消失。到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我没有烟瘾了的这种感觉。我说这个只是在阐述事实，咱们千万别等这个时机，因为烟瘾本身就是幻觉，等待这个时机反而会把幻觉认为是事实。很多人在10天、8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没有戒断反应了。说这个是为了让大家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避免参加原来烟瘾很大的那些活动，比如原来玩游戏呀、喝茶聊天的时候烟瘾大，那在3周之内就别安排这些活动了。第4点，正式戒烟之前不要减量，正常抽就行。因为刚才说过了，减量只会加强认为抽烟舒服的这种幻觉，这对下定戒烟决心来讲都是阻力。第5点，好好品味你的最后一根烟，然后记住那种难受的感觉，难闻的味道。接下来在戒烟的过程中，你必须意识到以下5点，直接把它做成手机或者电脑的桌面，没事就看。第1点，你做得到，你跟戒烟成功的人没有差别，他们能做到，你也能做到，唯一能让你戒烟的人就是你自己。2，你要知道戒烟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你以为放弃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你的幻觉啊，那些抽烟能带来的好感受其实你本身一直以来就具备。3，没有我受不了了我就抽1根这种说法，1根烟就会重新获得尼古丁戒断反应，1根就回到解放前，而且你压根就别这么想，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抽烟的那些好的感受是幻觉。4，别把抽烟当习惯，它不是习惯啊，它就是毒瘾。要勇敢承认自己染上毒瘾这个事实。如果咱们不主动采取措施，那就会越病越重。想从疾病中恢复，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5，把生理上的烟瘾和心理上的疾病分开，别认为自己放弃抽烟了，其实生理上的戒断反应微乎其微，咱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放弃的。在决定戒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戒烟成功了，现在就开始享受不抽烟的人生吧。以上就是这条视频的全部内容，兄弟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呐，你一定可以不再抽烟的。其实在你放下手头这根烟的时候，你就已经戒烟成功了。我是缪斯，擅长用书。